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在这个腾讯安卓模拟器里面安装这个谷歌全家桶啊，以及获取一下它的超级权限。因为之前我不是讲过那个安卓模拟器获取这个超级权限嘛，就是那应用宝嘛。但是呢，它好像对最新版的没有效果啊，还有很多人呢是获取不成功的。而且呢，它里面没有谷歌环境啊，所以呢，本期教程啊就教你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你跟着本教程来操作啊，你绝对会成功的啊！它好像是支持最新版本啊，理论上是支持所有版本啊。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啊。首先，你的电脑呢先安装这个Linux 啊。如果说不会安装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啊，就是你要有一个 Linux 环境啊，然后就是安装我们这个应用宝了。我们去安装一下，就下载嘛，下载个电脑版的，下载下来，打开安装。等待一会儿啊，等待一会儿它就安装好了。它这个是要联网下载的。OK 了，这个应该就是最新版本了。我这个呢，应该是这个最新版本的一个模拟器啊。安装好之后就先放在这里啊，不用管它。我们回到文章，第一步呢我们就完成了是吧？安装一个腾讯的模拟器，然后就是安装应用了。第二步了，这个文件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群获取啊。你可以打开我这个群组获取，或者说你自己去一个一个下载也可以。这里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地址啊。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没有那个飞机群是吧？所以呢，你们也可以这样下载完成之后呢，就大概得到这么些文件了。你就把这些文件大概的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应用给安装一下啊。那怎么安装呢？就是要用到一个 cmd 命令啊。我们要回到桌面啊，就是打开到你这个应用的安装目录啊，这个应用宝的安装目录啊。打开之后呢，这里有一个版本号，看到没有啊？我们打开了这个版本号，然后就在这个目录啊，你在导航栏这里啊，点一下，随便点一下，输入一个 cmd 啊，回车一下，然后就打开了这么一个命令行是吧？打开了命令行之后呢，那我们怎么安装呢？我们先执行这些命令啊，把这些命令给它复制进来啊，回车一下。等它执行完，然后呢就执行第二条命令了啊。第二条命令就是连接一下这个模拟器嘛，这样呢就代表连接成功了。然后呢就是第三步了，就是安装嘛，你就复制到这里就行了，你不用复制后面的文字啊，就复制到这个安装这里要有一个空格啊。怎么安装呢？就是把那些应用给它拖进来嘛，把你下载好的这些安装包啊给它拖进来。比如说我先安装这个桌面程序是吧？给它拖到这个窗口里面，给它回车一下，这样呢就安装好了，它提示这个成功了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安装啊，我们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命令给它复制下来，复制前半段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继续拖别的安装包给它拖进来啊，比如说这个文件管理器是吧？给它拖进来，放上去回车。那第二个也安装好了是吧？以此类推嘛，继续安装嘛。我们再把这些 APP 给它安装一下。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不安装啊。但是这个面具肯定是要的，是吧？面具肯定是要的。我们继续安装一下。这个修改器的话，可能安装不了，可能会被病毒拦截啊。你要看一下，你看有病毒威胁是吧？它不让我安装，你要把你这个系统的这个防病毒给它关了，不然你是安装不了的。我看一下这里是吧？它把我的那个都给删了，估计我们看一下，关掉啊。看一下那个文件还在吗？它还没有关掉，文件还在，理论上应该是被删了，被这个防病毒给删掉了。我刷新一下，那还在哦。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啊？查看一下它的保护历史啊。它这里好像没被隔离啊，看它不见了啊，文件不见了，我们那个修改器不见了，我们得恢复回来啊。我们要去到这个安全中心给它恢复回来。看一下保护历史啊，它给我删掉了，我给它还原一下，这样呢我就把我那个东西给还原回来了。这里还有啊，不用管它了，是吧？又还原回来了，我们可以继续安装了，继续给它拖进来安装了。你们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你下载不了的，可能会被拦截的啊。你要把那个防毒给关了才能安装啊。这样呢，我们的应用就安装完了，是吧？那有没有安装成功呢？我们得去模拟器看一下才知道，是不是？我们先去这个应用宝看一下。
点一下我的啊，点一下它，卡了，不用登录啊，你登不登都可以啊，不用登啊。这里我就不登啊，你想登也可以啊。我是没有登录的，但是应用没有是吧？我们要刷新一下，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刷新按钮啊，刷新一下就出来了。这样呢，这也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应用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获取超越权限了，就是修补系统文件嘛。你可以阅读一下这一段话，如果说你实在不会的话，你就跟着我操作就行了啊。就是要提取它那个系统的文件嘛，然后呢，再把它那个镜像给它用那个面具给它修补一下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啊。我们先回到桌面啊，回到桌面一样的要打开到你这个应用宝的那个安装目录啊，打开到它的目录。我们要回到上一层啊，好像不是点这里面了吧？错了，不是点这里面了，我们要点到它上一层啊，就是它上一个目录啊，点进去啊。这有一个镜像啊，点进去啊。然后这里有个版本号啊，继续点进去啊。然后这里有一个 system， 看到没有啊？我们就给它解压出来啊，给它解压一下。我们会发现呢，解压不了，因为我们还在运行，我们得退一下，把那个应用宝给它退了啊，不然你解压不了的。把它先退这个引擎啊，把这个引擎给它退了。退掉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退啊，继续退它这个应用宝啊。然后就可以去复制一份下，防止出问题嘛。我们先复制一份，就是备份一下嘛，备份一下这个文件啊。然后呢，我就得到一个副本，就放在这里啊。我们先解压这个系统的 system 这个，给它解压出来啊。解压出来之后呢，得到一个文件夹，我们打开它。然后这里有一个2.boot A 啊，我们要修补这个 A 的镜像啊，就是第二个镜像啊 ，A 的。我们先打开这个模拟器啊，就是把这个刚刚那个 boot 啊给它用这个面具修补一下。我们先打开面具啊，我们先打开这个面具。把面具打开之后，就是等一下就是把那个文件给它发到模拟器里面，然后就用这个面具去修补刚刚我们提取的那个文件嘛，是吧？是这样子。我们打开面具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把它发过来呢？我们要点击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有传啊，在这个全部这里啊，全部这有一个传文件啊，是吧？传文件，点一下它，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虚拟磁盘呢，我们打开一下，就在这里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模拟器的一个磁盘了，我们点到下载这里面，就这样就可以给它传过去了。我们先把刚刚那个2.boot A 这个给它复制过来，复制到我们模拟器这个下载目录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模拟器就读到这个文件了。我们回到这个面具啊，回到面具之后就可以点击安装了，点击安装，然后选择一个文件进行修补啊，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boot 是吧？选一下就开始就可以了啊。等它修补完啊，修补完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下载的目录啊，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就会得到面具修补好的一个镜像文件啊。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镜像文件复制到我们 Linux 系统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要用到这个 Linux 嘛，所以说大家没有安装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的教程或者往期的教程，安装一下这个 Linux 系统啊。然后就先打开 Linux 系统，有点卡，等待一下。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先打开一个目录吧，好吧，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目录。然后呢，我就把它拖到这里面来啊，就把刚刚那个面具修补的这个东西啊，给它拖进来啊，把这个镜像文件先给它复制进来。这样呢，我们就拖到虚拟机里面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拖一个，就是要把它退了先把这个应用宝给它退了，因为我们还要去复制它那个系统的那个镜像嘛。我们先给它退了先。退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个刚刚那个 system 的那个文件给它拖进来了啊。在哪来着啊？在上一层目录啊，
在这里啊，就是这个 VHD 的那个，就是这个啊 System VHD 这个，我们给它拖进来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拖不了啊，我们再拖一次就可以拖进来了。出现加号就是可以拖的，放开就能拖进来了。我们就直接给它拖进来，等待一会儿它就会传输完了。这个好像是接近 1.5G 吧，还是 1.6G。先给它拖进来。OK 了，然后我们还要去重命名一下刚刚那个面具的这个文件啊。那重命名为什么呢？回到文章这里啊，我们就是要重命名回刚刚那个2.boot_a 嘛，就是这个嘛。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啊，把这个面具修补的那个镜像给它右键啊重命名，把它改为这个2.boot_a，然后就确定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执行命令了啊，执行命令进行一个替换啊。打开这个终端啊，打开了终端之后呢，怎么执行呢？我们回到这个文章，就是把这里的命令啊依次执行啊。你不管它有没有成功，全部执行一遍啊。这个是更新命令啊，它让你输入密码，你就输入一下你 Linux 的密码，等它执行完。这里报错不用管它，只要你执行了就可以了。这个好像是阿里云的一个镜像源吧，那就没问题了，不用管它。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下载了啊，去下载它的2个依赖，粘贴进来，回车。我这里呢之前已经安装过了嘛，是吧？它就这样子的，就依次执行就可以了。执行第3条命令了啊，回车，到第4条了，继续执行啊。回车，然后再执行第5条命令啊，然后这里会输出一些信息啊，有这些信息输出那就没问题啊。我们继续执行第6条命令啊。粘贴怎么粘贴啊？粘贴一下，回车，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执行啊。我们计算一下它这个42256对不对啊？粘贴上去，回车。如果说它输出的这些值一模一样啊，你看它前面有2串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那就证明它这个2个文件是一样的，那就没问题了。我们再继续执行啊，再回车啊，给它弹出来。那后面这2条命令就是给它弹出来的，不让它挂载了。回车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那个目录了。不要急着复制，我们先刷新一下，随便点2下。让它把文件全部加载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ystem 这个文件给它想办法复制出来，就是复制到我们的 Windows 嘛，要把它替换掉模拟器的。这里我就用这个共享文件给它传出来啊，我复制到我这共享目录啊。反正你就想办法把这个system 这个文件给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复制掉那个，就是替换掉那个模拟器里面的那个系统文件嘛。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Linux 里面的这个是修补好的，已经被替换好的了。理论上，等一下你替换到那个模拟器里面呢，那个模拟器就有超级权限了啊。我已经从 Linux 里面把这个文件给它弄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从虚拟机里面搞出来的。我们先给它复制一下，回到我们那个模拟器的目录嘛，就是刚刚这里这个目录嘛，这个给它换掉，我们粘贴进来，就是给它替换掉啊，替换掉它这个系统文件就可以了，替换。OK 了，替换好，理论上我们的模拟器绝对是有超级权限了。我们先去打开模拟器啊，验证一下看它有没有超级权限啊。我们随便打开吧，就打开一个，不用管它，我就打开一个这个面具吧，开一个面具看一下。打开之后这有版本号是吧？有版本号证明呢就 root 成功了，这也能点进去啊，超级用户是可以点的啊。为了验证呢，我们就打开 MT 管理器啊，来尝试获取一下超级权限，看会不会授权啊。回到面具，看它弹出来请求是吧？请求超级权限，我们就允许啊。这样呢，面具就授权了，就授权给它了。MT 管理器也有超级权限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那个 GG 修改器啊，这个 GG 修改器我们点开它点不开啊，它点不开，它有限制，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让我们打开呗。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个 MT 管理器啊，用 MT 管理器来打开那个 GG 修改器啊。点开 MT 管理器，然后我们先打开一个授权啊，我们来到这里有个安装包提取啊，点一下它，然后就有个 GG 修改器是吧？我们点一下更多啊，启动啊，我们再继续，我们就默认就行了。这样呢就可以打开，看它会提示授权啊，允许一下，这样呢就授权成功了。我们再继续安装，我们会发现点不了啊，它会有提示上线，我们随便退一个看看，退掉这个面具，退掉面具也不行啊，我们发现它点不了。等一下看，它会卡死的啊。为什么卡死呢？因为它重新安装之后，它还有会要提示授权，但是我们要把面具退了，所以呢就继续不了，就完全卡死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先给它全部擦掉啊，我们用刚刚那个桌面程序来打开就可以了。刚不是安装了那个桌面程序嘛，给它点开它，然后就开始就可以了，你就一直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后进入主屏幕，退出啊，退出再点一次啊，我们再重新打开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类似手机桌面的地方啊，是吧？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啊，就可以看到所有应用了。我这里有好多这个修改器，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可能是我刚刚安装太多了啊，我们得卸载一下啊。这个又是什么？这个就是卡死的那个。我们刚不是安装了，安装了之后它就有好多个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卸载掉一些没用的啊。我们先把这个卸载了，在哪里卸载来着啊？长按，然后应用详情，然后就卸载，把剩下的这个也卸了啊，卸载。然后呢，就只剩2个了，我们就留这2个就可以了。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然后这里它可能要授权了，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有没有被授权啊。打开面具看一下，这个超级用户嘛，我们已经授权了是吧？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用默认安装啊。它弹出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授权了，因为我们这个是新应用嘛。我们再点开面具啊。点开面具来到超级用户这里啊，我们继续的时候它会弹出授权啊。我们先退一个，比如说我退掉哪个呢？我们退掉一个不重要的，就是那个桌面这个，给它退掉。这个时候它就会弹出授权了，我们就允许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进来了，这个 GG 修改器呢就安装好了是吧？没有寻物窗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直接就这样可以用。我们点一下开始啊，我们不要退出啊，点错了，我们不用退出啊，不用退出就可以把那个寻物窗给它调出来了。我再来演示一遍啊，回到我们刚刚这个桌面程序啊，点开它，然后 GG 修改器是吧？它已经替换掉了，应该就是它们了。我们点一个，我们就忽略就可以了。我们再忽略，我们点一下开始试一下，我们不要退出啊，取消就可以了。看，就在这里了，是不是？这个呢就可以扫描到你所有的应用了啊，你就可以修改它们了。怎么修改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可以去学一下，这个是开挂的事情啊。我们把它退了啊。这个是关于这个修改器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完善谷歌环境了，那怎么搞呢？就是你要下载我这个文件嘛，这个文件我已经放在群里面了，或者说你自己下载也可以啊。下载完之后就是给它解压出来嘛，这个是类似一个模块的东西啊。解压出来我们要修改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啊，打开它，然后我们再打开到那个bin目录啊，打开到bin目录，这里会有一个文件啊，我们看一下要修改哪个文件啊。修改的是这个是吧？啊，我们就用记事本打开，打开方式啊，我们选择记事本。打开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代码啊，我们不用管它，我们就要复制这2条东西啊，这2条命令啊，给它放到头部这里啊，粘贴进来，这样就可以了啊。这2个应该是声明一个变量嘛，不用管它，就掐掉。然后呢，我们再重新压缩一下，就把里面的文件再压缩为一个压缩文件嘛，压缩为一个 ZIP 就可以了。压缩一下，然后压缩完成之后，等一下就是搞到那个模拟器里面了嘛。我们先给它压缩好啊。OK 了，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这个压缩文件啊，我们要把它复制啊，复制一下放到那个模拟器里面啊。
我们这个模拟器还没打开啊，磁盘用不了，一般都是 APP 没有打开，我就随便打开一个吧，打开个面具吧。打开面具之后呢，我们就点到全部，有个传文件啊，点一下它，这样呢就吊起来了啊，把这个磁盘给它吊起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放到下载目录里面去吧。没有粘贴呢，就是还要复制一遍。我们先复制刚刚我们压缩的这个东西，复制进来啊。这样的内存有点大啊，这个好像是400M 吧。几个谷歌 APP 就400多M 了。等它复制完，复制完之后就是用面具给它刷入了嘛，就是把这个类似模块一样给它刷进去了。然后回到面具，点击模块啊，点一下，然后从本地安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传进来这个压缩包了，选一下它，然后就确定，就等待它刷入就可以了。等它刷好啊，这里面刷入可能需要点时间了，需要耐心等待一下。等它弹出来叫你重启的时候，就代表完成了。OK 了，这样呢就刷完了，我们就可以直接退掉它了啊。把这个模拟器也给它退了啊，退出，然后等一下把这个应用宝也给它退了。这里一共有2个退出步骤，一个是退引擎嘛，一个是退应用宝嘛。把它退出去 ，OK 了。然后我们再去打开它，就类似一个重启的操作嘛。然后就是来到刚刚那个桌面程序啊，点开它。点开它之后，我们就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谷歌的应用就知道了。理论上来说，那谷歌商店什么的都已经给你安装好了。然后打开看看是吧？有了，我们打开应用商店。这个谷歌的估计进不去啊，你们有翻墙怎么进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开启一下那个代理啊，你电脑的代理嘛，你任何一个代理软件都是一样的嘛，你只要打开那个叫什么啊，允许局域网连接啊，我开一下。我给它擦掉，就是把你这个系统的代理给它开起来嘛。每个代理软件是不是都有那个允许局域网连接啊？是吧？我看一下我这个电脑的 IP 啊，属性往下拉，这里我这个是 192.168.2.132 啊，然后回到模拟器，打开这个桌面程序啊，就是设置一下代理嘛，这样呢你就模拟器就可以翻墙了呀。就打开设置啊，然后点到这个 WiFi 这里面啊，点到互联网，然后再点一下设置啊，右上角点一下，然后高级选项改为代理，改为手动啊，这里就是填上你那个电脑的 IP 了是吧？我这里是 192.168.2.132，端口号是10808啊，看一下对不对啊？对了啊，就保存。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看它能不能进入谷歌啊。理论上已经可以翻墙了。我们打开谷歌商店啊，看是不是可以进去了。我们点一下登录啊。我这个节点可能有点卡啊，如果说你们节点的速度好一点的话，一下就进去了啊。等它核对一下信息。OK 了，那这里你是不是输入你那个啥啊，账号就能登上去了？这里我就不登了啊，它能来到这个界面就代表它肯定是可以登上去的，登上去你就可以下载应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它能不能访问外网啊，点开这个谷歌浏览器啊，我们用一下谷歌浏览器不就知道它的 APP 能不能用了，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我们不登录啊。那它连这个浏览器都能打开，那它其他的 APP 肯定也是可以兼容的啊。看也是能搜索的出来的是吧 ？OK， 本期教程到这就结束了，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